各位同学好，我们要介绍的是 MongoDB 资料库基础的语法。在 MongoDB 的话呢，资料库语法在 MongoDB 我们会常见一些建立查询资料库的工具。MongoDB 的话 Share 是 MongoDB 提供一个互动命令式的工具，它能够直接操作资料库还有执行查询指令的部分。那 MongoDB 的话呢，它提供了多种程式语言的官方的驱动程式。那这个驱动程式的话呢，支持的开发者在应用程式里面直接与资料库去做连接，实现的那个资料库的查询更新跟相关的互动的动作。那聚合的生产线的部分的话呢，是 MongoDB 提供了一个强大的工具，那专门用来处理复杂资料的转换跟分析。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会介绍 MongoDB 的 Share 跟 Parser 来执行相关的资料库指令，来帮助大家好好的理解应用 MongoDB 的基础的功能。那 MongoDB 的 Share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这个 Share MongoDB 的 Share 的操作语法。那我们把它分成这几个部分的来做说明：资料库、集合还有文件。那在资料库它的相关指令里面的话， MongoDB 的话，它不需要明确去建立资料库，只要使用 use database man， 那就这样指令就可以切换到一个尚未存在的资料库，并且进行操作，而该资料库就会自动建立。那可以使用 show datas 的部分，那这个指令的话可以检视目前在资料库里面所有的资料库。那如果要删除这个资料库的话，我们就一样写入删除的指令。但是你在使用删除指令的时候，要确保说，是否是使用。如果删除的话，它就不能还原。那集合的相关指令，那在 MongoDB 里面的话，集合通常就是插入一笔文件，自动建立，所以因此呢，不需要手动去建置这个集合。但是呢，需要主动去建立一个集合的部分，就可以透过指令来建立一个集合。需要提前去定义它的集合的情况。那可以使用这个查询列的方式，列出目前资料库里面的那个集合的名称。那可以快速检索资料库内部的结构。在大型资料库里面的话，特别实用。那如果你要删除一个集合的话，也有集合的删除键。那你就对应它集合的名称就可以了。当你删除它的话，它就不会再复原。所以在删除的时候还是要谨慎使用。文件的相关指令，如果你希望某个集合它新增一笔资料一笔数据，那可以使用这种插入一个文件的指令。那可以包含2个栏位那将文件里面插入这个名称在集合里面。那如果这个集合尚未存在的话， MongoDB 会自动去建立这个集合。所以呢，当有一次性的新增多笔的资料的时候，我们可以插入多笔的文件指令，然后呢，将这两个文件的话插入这个集合里面，是蛮适合在做批次的新增数据这个场景里面，来提高那个操作的效率。那在修改文件的相关指令，如果你要更新新的集合的部分，那的第一笔的资料，你可以使用单笔的文件的指令。那这个指令的部分的话呢，我可以用集合里面的话的 feed 1等于value 1的文件，然后呢会起将 feed 2更新为 new value 的部分。那所以呢，如果一次更新多笔的文件的话呢，会根据多笔的资料的文件的指令来搭配。这样的方式的话，适合在批次修改数据是蛮适合的。那如果你是符合文件完全的替换一个新的文件的话，我们可以用取代这个整个文件的指令，那这时候就会整个都取代。那在查询文件的一个相关指令的部分的话，如果希望查看集合中的所有文件，可以使用查询的所有文件的指令。这个指令的话呢，会返回集合中所有的文件的内容。那适合在检视完整的数据的时候进行初步的检查与使用。所以呢，当查询符合这个条件的时候，那 find 的部分的话，就会查询到你要的查询的条件。
然后呢精准抓到你要查询的内容。好，有时候呢，你在查看部分的查询结果的话，可以用一些限制查询的部分的话，来看到结果的数量的方式。那用于限制的结果部分的话，可以提高操作的效率，然后更快的去检视你要看到的关键的数据。好，那接着最后呢，我们可以用排序查询，那可以对栏位进行排序。那排序的好处就是也可以让你在显示数据结果的时候，你可以用由小到大去做一个呈现，帮助你好阅读。好，那删除文件的相关指令的话，如果你是删除要符合特定的一笔文件的部分，那你可以用删除文件的指令，它可以单独对一笔。然后如果你要删除所有的符合的文件的话呢，那你就可能要有删除所有文件的指令，那就比较算是大量批次的条件符合的资料，这个是比较有效果的，所以呢你在删除的话，通常就是它删除的话就不会再复原，所以在使用前的话还是要谨慎使用。那 Python 的话，它有一些相关的 MongoDB 的指令，所以呢，在使用 Python 操作 MongoDB 的资料库的话，那需要官方提供 Python 的程式语言的驱动程式，那就例如 PyMongo。那这样的一个驱动程式的话呢，能够让 Python 轻松的去连接操作 MongoDB。那我们要完成这个工作的话，首先呢，就是要安装 PyMongo， 在开始前的时候安装 PyMongo 的套件，那可以使用 Python 里面所包的那个管理文件，pip 去做安装，然后接着是连接 MongoDB， 安装之后呢，就会建立与 MongoDB 做连接。那接着呢，如何连接我们的翻译程式？那这段程式的部分就会去做修改，然后修改它的 Mongo 的 client， 连接到本地的 MongoDB 的伺服器，然后选择一个资料库集合进行资料的操作。那 MongoDB 的话有一个互动的一个第一步的动作。Python 在相关 MongoDB 的指令里面的话呢，我们会看到说 Python 中会使用 MongoDB 的语法指令跟 MongoShell 语法是非常相似的。那它们最大的不同的话，是你将 MongoDB 的数据读入之后呢，你可以结合 Python 的相关的套件进行灵活的资料的处理跟分析。那我们做一个示范的时候是常见的一些操作例如介绍如何在 Python 里面使用这些指令来做查询插入、更新、删除 MongoDB 的操作。那在插入文件里面的话呢，如果你希望某一个集合里面的话插入一笔，那我们可以使用这种插入一笔文件的方式。那这样的程式码的部分的话，就是像 Alice 年龄25岁，然后呢居住在 New York 的那个资料插入在 MongoDB 里面。有时候我们需要一次插入多笔的资料，在这个情况下的话，我们可以插入多笔的文件跟方法。然后呢，在这个集合里面的话，插入2笔的话，可以包含不同的年龄跟程式的资讯。那在查询文件里面的话，如果你需要查看集合中的所有的文件，我们可以使用 find 这个方法。那这段程式里面的话，我们可以印出集合中的所有的文件。那有时候我们需要查询符合特定的条件的文件我们可以透过这样一个 find 的方式加入条件来查询。那程式码的话，查询所有年龄大于28的文件那会显示所有年龄大于28的文件显示出来。如果你想要查询是一笔符合的条件，那你可以在查询单笔的文件方式下手。那我们在这段程式里面的话，就看到 Alice 的这个文件的话是用单笔的方式去做查询，它就会返回第一笔。那更新文件那如果你想要更新集合中符合条件的单笔文件那我们就会使用单笔的更新方式例如程式码里面的话，我们有 Alice 年龄的话为26岁。那一旦的话，我就更新完成的话，来确定有没有符合预期的那以下程式码部分就会更新 Alice 的文件并印出来。那使用查询的结果的话，来看看说它有没有更新它的 main 是等于 Alice 的这个文件印出的结果是否有更新有时候需要根据这些条件的话更新多笔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
更新多笔的方法来对应所有符合的文件进行更新。那在删除文件，那如果你要删除符合条件的单笔文件，那你可以使用单笔文件的方式。那我们在程式码里面的话，假设我们要删除陈这个使用者，那我们就只要符合这个条件的话，那的多笔文件，然后我们就可以删除，或者是符合这个条件的话，就可以做删除。那如果你是多笔文件的话要删除，那我们可以指定它的范围是那个年轻的使用者的状态，那我们就会删除有关使用者的那个栏位的部分的使用者，是年轻的。那我们可以整笔的集合都删除，也可以，也有删除的方法。那以上的话呢，是我们对 MongoDB 资料库的基本语法的介绍。那感谢你的聆听。